出来了，他对我呀笑呀笑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呢，主歌跟副歌中间这一段要怎么唱，包括它的技巧，还有它的情绪分析。这一段的技巧呢，我们可以把歌词分成2个部分来探讨。一个是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呀笑呀笑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个是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虽然这一段的句子非常的少，但它却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绪承接。那因此在音量的控制上也是需要注意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先从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呀笑呀笑这一句来分析哦，因为它是承接前面的主歌，所以音量上不宜太大声哦，所以它在结尾的时候，句尾的时候选择了这个笑是用假音做呈现的。第二个呢是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它是从旋律上呢，我们可以听到它是往上走的，下一段接的也立刻就接到副歌了，所以这一段呢，大家势必记得要把你的声音给放出来。那放出来的时候，大家特别记得嘴巴里面的软腭是需要往上打开的，因为这样可以让你的声音的空间，包括高音的力度是比较容易带出来的，所以大家在唱的时候也要特别熟悉你的口腔是不是能够打开，把你的声音给放出来哦。一些真假音小细节的处理，还有最后一句你知不知道气的推送，音量的收放，还有高音是不是能够比较放松的唱出来，还有它的稳定性是整体这一段练习的关键哦。唱起来的感觉就会变成是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呀笑呀笑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必须要注意的事情是，前面声音的铺陈跟那个笑的转音转成假音的部分，还有最后一个你知不知道？整个高音的推送，包括高音的稳定性，还有整个力量的推送，是这个真的非常需要注意的部分。我们从情绪上来分析这个段落，可以发现呢，它是由情绪比较薄弱的主歌接到情绪比较强烈的副歌，它做了一个承接，也就是一个桥梁的作用。因此，这段情绪必须能够让主歌的情绪带到副歌当中。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歌词切成2半，一半是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呀笑呀笑，它是比较接近主歌的情绪，所以我们在使用上会使用比较轻的声音，或是使用假音来表现这一段稍微比较收的情绪。第二段是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部分因为它需要接续到副歌的情绪，所以我们在使用上，包括我前面强调的我们高音的整个的收放跟力度的展现，也是帮助我们能够由前面比较低的主歌推到比较强的副歌，情绪上的转换。那我们可以发现，技巧跟情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哦，所以当你需要有一个足够的情绪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技巧去帮助你把情绪给释放出来。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能需要多多去揣摩跟思考这2者间的关系。如果比较熟悉，相信大家会对情绪的表现是更加得心应手。总结来说呢，这一段在歌曲当中，虽然它并不长，它只有2段哦，但却扮演一个其实蛮重要的角色。除了情绪上，它必须从主歌承接到副歌之外，它在技巧上有一些比较小细节的控制，也是大家需要多多注意跟练习的。